中俄海上联合2024军事演习14号在广东湛江某军港开幕，这是2016年以来中俄年度联合军演首次在南海海域举行，受到外界关注。同日，中国国防部还证实，中俄两国海军舰艇编队开展第4次海上联合巡航。现在我宣布，中俄海上联合2024军事演习开幕。 随着中方总导演一声令下，联合演习正式拉开序幕。开幕式结束后，图上推演和战术协同随即展开。混合编组的联合指挥部成员围绕海上演练阶段中重点演练科目进行了深入研讨，共同敲定协同要点，进一步加强指挥融合度、行动联合度。这2天，我们和俄军官兵围绕联合侦察预警、联合防空反导、联合搜救等科目进行了深入研讨。 共同设计了兵力协同、实际使用武器等行动细节，为后续海上联演打下了坚实基础。这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旨在展示双方加强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的决心能力，进一步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双方共派出7艘舰艇，中方参演兵力包括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咸宁舰、大理舰。 综合补给舰微山湖舰以及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等，其中我国自主研制的新型导弹驱逐舰南宁舰也是此次联合演习中方海上舰艇编队的指挥舰。俄方参演兵力则由响亮号、凛冽号护卫舰和伊尔库特号游船组成。俄方参演舰艇编队12号抵达湛江某军港，双方参演兵力全部集结完毕。此次联演是年度计划和中俄双方共识 确定的重大演习项目，通过广泛的专业交流和多科目海上联演，两国海军将进一步增进了解互信，深化合作交流，不断提高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的实战能力。 下一步，中俄海上舰艇编队将赴湛江附近海空域组织锚地防御、联合侦察预警、联合搜救、联合防空反导等多个科目演练，并开展实际使用武器训练。在演习的科目方面，还明显的是，按照现代海战的这种样式去进行的。也就是说呢，演习的科目是按照实战呢去进行设置的。只不过呢，是在演练的时候它有一定的偏重。 也就是呢，侧重于这种防御，所以呢，这次的演习，在这方面应该说跟之前的有所不同。中俄海上联合2024联演开幕当天，中国国防部还发布消息指，根据年度计划和中俄双方共识，中国和俄罗斯两国海军舰艇编队近日在太平洋西部和北部相关海域开展第4次海上联合巡航。此次行动不针对第三方，与当前国际和地区局势无关。 根据人民海军公众号15号披露的消息，中俄联合编队从济州岛以南附近海域起航，穿越大隅海峡，经西太平洋南下，从巴林塘海峡进入南海。联合巡航编队由中方导弹驱逐舰银川舰、导弹护卫舰衡水舰以及俄方完美号护卫舰组成。 双方各搭载1架舰载直升机和1支特战分队。中方综合补给舰微山湖舰根据编队舰艇补给需求，加入编队开展应召补给。巡航期间，编队接连开展临检拿捕、直升机护降等科目演练。7月15号，新华社发布重磅纪录片《领航新征程》。纪录片中说，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 10多年来，习近平引领改革全方位展开，向纵深挺进，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纪录片从1978年，当时还在上大学的青年习近平，陪着母亲来到小岗村所在的安徽滁州调研包产到户说起。当时来，我记得一本那个笔记，我还做收藏着，印象很深刻。 因为这是我改革开放以后接触农村的，可以说是这个改革的第一课。纪录片介绍，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23天的习近平，首次离京赴外地考察，就来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党中央做出的改革开放的决定是正确的，我们今后
仍然要走这条正确的道路，富国之路、富民之路，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而且的话呢，要有新开拓，要上新水平。纪录片介绍，习近平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时，经历30多年改革开放的中国，也是世界第2大经济体、第1制造业大国，但长期积累的问题也逐一显现。11届三中全会以后，尤其是加入 WTO 以后，中国的经济增长就是2位数的增长。一个经济体经过那么多年的高增长以后，不可能再继续这样高的增长，资源不允许，要有比较大动作的体制改革。2013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了一项意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决策，党的18届三中全会重点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问题。习近平亲自担任文件起草组组长，那一年他调研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推动这样的改革，我们必须能够集中我们的力量。所以成立了一个改革领导小组，由我担任组长。我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统筹规划，推动落实。一项项阻力重重、牵涉深层次利益的改革接续启动。作为一位从基层成长起来的领导人，习近平深知推进经济领域改革已迫在眉睫。改革不容易的，因为这些产能背后还代表着很多非常复杂的一个系统啊，还有就业、税收，这背后都是人啊。当时的中国产业的发展面临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状况，不做出突破的话，我们就会被永远地锁定在价值链的低端。唯一的选择，那就是结构性的改革。纪录片回顾了中国新能源车产业的发展历程。几十年来，中国汽车一直在向高端制造领域努力。汽车产业政策几经改革，想通过合资以市场换技术，但效果并不理想。2009年，中国成为世界第1大汽车销售和生产国，但是我们零部件企业呢，95%以上都被西方跨国公司所控制，市场的控制权、话语权，甚至汽车的定价权呢，全都由跨国公司决定。2014年5月，习近平到上海汽车集团考察时，主动提出体验和乘坐最新的插电式混动的行政级轿车，首次提到了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面对新能源汽车产业起步时的一系列困难，习近平以改革破题。实际上，我们在发展新能源的时候，我们和欧洲的这个老牌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站在一个起跑线。从电池到充电桩，大到市场准入，小到一张车牌，中国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改革政策全面系统，而且不断根据现实情况进行动态精确调整，可以说为发展新能源汽车做好了一切准备。改革一子落，发展满盘活。2023年，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近950万辆，占全球比重超过60%，全年出口汽车491万辆，居世界第1，自主品牌市场份额达52%，首次超越合资车，汽车强国的梦想正在逐步实现。当习近平引领中国持续推进各领域改革时，中国面临的外部挑战不断加大。美国将对从中国进口的铝箔的产品来征收反倾销和反补贴的关税。2018年9月，美国政府落地实施对从中国进口的约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仅仅1个多月后，习近平亲自谋划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举办，这是世界上第1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过去40年，中国经济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的条件下进行。我多次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2013年9月29号，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在浦东正式挂牌成立，向世界公布外商投资特别管理措施及负面清单。
在习近平的推动下，负面清单越来越短，条目由190项缩减到27项，清单位列，企业就可以大胆去做。10年来，负面清单每一条的缩减都是非常不容易的。上海自贸试验区累计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4万家，累计吸引10道外资586亿美元，这相当于每1分钟就有1万美元的10道外资到账。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放眼世界100年未有之大变局，着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引领全面深化改革。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我国制度优势充分发挥，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我将无我不负人民，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我终身的信念。从小就喜欢游泳的习近平，常把世界经济比作大海。从人民中走来的他，将自己的人生融入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引领新时代的中国在巨浪中搏击前行。改革开放已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党的20届3中全会大幕开启，新的改革蓝图即将绘就。这是一条前无古人的道路，在习近平的带领下，不论面对何种风浪，中国都将在改革的大道上勇往直前。法国14号在巴黎举行传统的国庆阅兵。在奥运开幕在即、国民议会选举后的政局动荡背景下，阅兵式也非同以往，不仅路线改变，形式和规模也有所缩减。法国1年1度的国庆阅兵式14号如期在巴黎举行，总统马克龙出席仪式并检阅部队。由于香榭丽舍大街尽头的协和广场等往年举行阅兵的必经之地都已经搭建了巴黎奥运会临时比赛看台，今年法国国庆节阅兵式地点改为香榭丽舍大街旁边的福煦大街，这也是自1979年以来首次路线改变。福煦大街也是一条历史文化名街，而且这条街呀，并不是第一次来接纳这个国庆的阅兵了，而是它历史上的第2次。不过它的第1次是在100年以前了。法国媒体注意到，今年的阅兵规模减小，一共有4000名军人参演，较去年缩水1/4。本次阅兵式还调度了22架直升机和45架飞机，其中包括2架美国飞机和2架英国飞机。受路况限制，今年没有坦克或装甲车参加。同时，为适应空中交通管制的限制，今年的空中阅兵由直升机首先出场，最后以3色爆发阵型的飞行表演结束。这样的安排也是首次。整个阅兵时长约105分钟，比以往要短。为突出今年法国解放80周年和奥运2大主题，阅兵式还加入展示巴黎奥运会火炬的环节。由于奥运即将举行，届时法国将招待大量外宾，因此今年的阅兵式也没有邀请外宾参加。12天后，巴黎奥运将拉开大幕，这也是今年法国最重要的盛事。过去2个月中，奥运火炬传递在法国各地吸引了550万人参与，显示了法国人对体育和奥运的热情。而在巴黎的2天火炬传递，因为是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传递，路线也经过精心安排。卢浮宫消防部门特别举行了10几次会议，以确保安全。深圳卫视注意到，因应该国国庆前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发生了针对前总统特朗普的枪击案。巴黎警察局长洛朗·努涅斯在接受法国电视1台采访时强调，狙击手是法国警方考虑的威胁之一。欧洲舆论还注意到，法国国庆前后，马克龙数次谈及欧洲战略自主等，还为进一步提升法国的防务能力进行了预告。他13号检阅军队时表示，有必要对2025年的国防预算进行调整，因为类似俄乌冲突的威胁正在靠近。法国防长近期也表示，该国将在2024年提升军费标准至符合北约的标准。按照北约要求，其成员国军费必须至少为该国 GDP 的2%。
外界注意到，法国自2017年开始，国防预算持续增加。根据法国2024至2030年军事规划法要求，法军将获准4133亿欧元的国防预算，较上一版法案的预算额度增幅高达40%。观察指，俄乌冲突的发生，一方面让法国的安全焦虑不断上升，另一方面也让包括法国在内的美欧多国军火公司赚得盆满钵满。法新社曾报道称，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马克龙一直在推动法国国防工业转向战争经济模式。马克龙说，一些军工企业不太明白尽快交付的重要性，在过去一段时间甚至错过合同，这令人遗憾。巴黎奥运会的脚步越来越近，开幕式将于7月26号举行。当地时间14号，奥运会火种经过2个多月的传递，抵达法国首都巴黎，开始最后阶段的传递。当天正值法国国庆日，奥运会火种在国庆日阅兵仪式中亮相，随后开始在巴黎的各个著名地标间传递。钢琴家郎朗也受邀作为火炬手完成火炬传递。当天，郎朗一身运动套装，边奔跑边与粉丝挥手打招呼。我非常兴奋的啊！今天刚刚跑完火炬，跑完以后啊，感觉现在浑身都放开了。然后今天晚上弹拉赫玛尼诺第2钢琴协奏曲，估计会灵感爆棚。然后呢，给我们的中国国家队啊，体育健儿们加油！祝你们在巴黎大胜！当晚，一场绚丽的烟花表演在埃菲尔铁塔璀璨绽放，在庆祝法国国庆日的同时，迎接奥运圣火。烟花从塔身四周迸发的夺目光彩，伴随着音乐，将这座古老的地标建筑点缀得星光璀璨。为了准备此次活动，埃菲尔铁塔于7月14号起对公众关闭，并于7月15号下午2点重新开放。据了解，从1888年起，每年7月14日国庆日在埃菲尔铁塔燃放烟花已成为惯例。奥运火炬在巴黎的传递将持续2天，预计总传递路程接近60公里。届时，巴黎市政厅广场也将举办庆祝活动，迎接奥运火种到来。巴黎奥运会将于7月26号到8月11号举行，奥运火种将于7月26号抵达奥运会开幕式现场，点燃奥运主火炬台。备受关注的中国乒乓球队也于7月14号晚启程前往法国备战巴黎奥运。出征现场，马龙、王楚钦、樊振东、孙颖莎、陈梦、王曼玉与送行的教练队友们一一打招呼，队员们还都特意剪了全新的发型。现在心情挺激动嘛，也挺开心嘛，能够再次踏上这样的一个舞台，还是非常心里非常兴奋，非常激动吧。其实我觉得能够穿上这身战服啊，我觉得还是无比的骄傲吧。然后也希望自己确实因为现在到了还有一段时间的训练嘛，希望自己还是尽快的调整自己的时差还有状态。现在距离巴黎奥运会开幕还有一些时间，国乒到达巴黎后会进行一些针对性的训练和安排。因为我们现在到达巴黎之后，在这1个星期的时间里头，应该会主要是第一调时差，是吧？第二换一个环境，什么时间进入到这个训练营，什么时间进春，是吧？进春之后几天的热身，达到比赛，都是在整个教练组这个一个比较系统的体系里边来去完成。值得一提的是，届时与中国乒乓球队一起亮相巴黎奥运会的，还有中国制造的彩色乒乓球台。球台以黑色为主调，粉色为配色，采用了彩虹状曲线底座。球台采用自带芯片的可变灯光系统，在运动员出场和赛后营造出独特的氛围。球台的台面工艺也进行了技术优化，让球台的摩擦弹跳效果更佳。表面有高分子一个特殊处理，所以球感摸上去像冰滑一样很滑的，是最新的技术。特朗普于当地时间15号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获得了足够多的党代表票，被正式提名为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当天还宣布已确认俄亥俄州联邦参议员詹姆斯·万斯作为他的竞选搭档。历时4天的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15号在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揭幕。在前总统特朗普上周竞选集会遭枪击受伤的阴霾下，大会先为枪击遇害者默哀。Thank you
各州的共和党代表随后轮流出来公布特朗普所获票数。到佛罗里达州代表出来公布时，累计票数刚好足够让特朗普正式获得提名资格，代表共和党角逐入主白宫。特朗普次子艾里克在兄长小特朗普及妹妹蒂法尼陪同下宣布有关消息。特朗普亮相大会前，在社交平台宣布，担任俄亥俄州参议员不足2年的万斯会是他的竞选拍档。万斯现身大会会场接受各界祝福。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表示，特勤局将为万斯提供适当的保护。而美国国会众议院共和党籍议长麦克约翰逊当天也在大会上正式宣布，提名特朗普和万斯为共和党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 Let's make it official. Accordingly, the chair announces that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having received a majority of the votes entitled to be cast at the convention, has been selected as the Republican Party nominee for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特朗普13号在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市举行的竞选集会上遭未遂刺杀，右耳受伤，但他按照原计划于14号抵达威斯康星州的密尔沃基，参加15号到18号举行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特朗普预计于18号正式接受提名。 在会场外有大批民众聚集示威，表达不同诉求，包括要特朗普为自己犯过的罪行负责。还有关注安全问题的示威者认为，当局没有因应特朗普遇袭，明显加强安保。值得注意的是，副总统候选人万斯出生于1984年，2022年当选俄亥俄州联邦参议员，并于2023年1月宣誓就职。他曾经是特朗普的激烈批评者，但此后成为了这位前总统的盟友。 万斯曾于2016年特朗普当选总统那年批评对方，6年后他却在特朗普协助下当选成为参议员，更一直公开支持特朗普，并在多项议案上投其所好。例如，在今年较早前就对援助乌克兰投反对票。 据报道，特朗普原本对副总统候选人一直犹豫不决，直到其长子小特朗普近日极力推荐万斯，说万斯真正相信特朗普的政纲，特朗普才最后决定。特朗普上月底在首次电视辩论前透露，他已拿定主意副手人选，不过没人知道是谁，包括副手本人。特朗普选择的首要标准是此人是否有能力在他结束第2个任期后接班。My gut says he's kind of leaning towards Doug Burgum again, just as a governor, someone who can be very strong. He has a very strong presence, but is not someone who's going to be outshine former President Trump, which is also an important thing. I think it is the risk of Marco Rubio. He can, when he turns it on, he can really shine and garner a lot of attention. J.D. Vance has shown that he's pretty savvy in terms of drawing attention himself. Doug Burgum's a little more under the radar. 另外2名热门人选包括北达科他州州长伯格姆以及从政几10年的佛罗里达州参议员反华急先锋卢比奥，在特朗普公布人选前不久才获通知不会成为竞选拍档，而获特朗普选中的万斯预计会在17号晚发表演说。拜登在接受专访时表示，对特朗普选择俄亥俄州参议员万斯为竞选拍档不感到意外。It's not unusual. He's going to surround himself with people who agree completely with him. Have a voting record. I support him. Even though if you go back and listen to the things that J.D. Vance said about Trump. 谈及特朗普遇刺，拜登表示不知道事件会对选情产生什么影响，但重申不会退选。他说自己虽然年老，但只是较特朗普年长3岁，思维仍然十分敏锐，而且他任内3年半内所做的工作较任何一位前总统都多。有分析称，拜登在搞砸了首场电视辩论后，实际上有很多次机会弥补和挽回形象，比如接受多家知名电视媒体直播专访，以及在北约峰会期间举行的个人记者会，但都没能如愿。也有舆论认为，特朗普遭遇枪击案是只飞入美国大选的黑天鹅，对于拜登竞选团队来说未必是坏事，因为他帮助转移了焦点。现在，拜登和特朗普都争相传达团结信号。拜登在特朗普枪击事件发生后的几小时内就撤下了竞选电视广告，并暂停了其他的政治宣传。一系列快速反应在舆论上也收获了一定程度的好感。Try to unite. Of course, we know, though, that this comes at a point when this country is deeply, deeply divided. The president, though, trying to lower the political temperature. Shortly after that, late last night, the president did finally connect with Donald Trump, the two of them speaking on the phone in a call that's been described to me as good, respectful, but short.